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隨住夜魔俠重新嘅播放，夜魔俠終於正式咁樣全面回歸 MCU 啦。終於咧唔係之前嗰啲客串啦。Netflix 嘅夜魔俠咧係我人生中排名最 top 嘅美劇之一，好難得咁樣咧，佢係一季比一季更加好睇嘅。趁住夜魔俠重新嘅播放，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回顧 Hot Toys 嘅夜魔俠。我哋首先嚟回顧一下 Netflix 夜魔俠戰衣嘅歷史先啊。首先第一套咧就係 Vigilante 戰衣，呢一套衫咧係佢喺第一季同埋第三季大部分時間着住嘅。本來咧應該係同 Spider-Man 嘅自製戰衣應該係差唔多 level 嘅啫，但係因為呢一套戰衣嘅戲份好多啊，所以觀眾對呢一套戰衣嘅情感咧應該係更豐富嘅。然後咧就係第一季最後一集登場嘅紅黑戰衣，雖然咧呢一套係第一套正式嘅 Daredevil 戰衣啊，但係佢登場嘅時間咧其實好短，因為喺第二季咧就被 Punisher 打爆咗個頭盔啦，打爆咗個頭盔緊急咁樣維修咗一下，好快就被升級做第三套戰衣啦。第三套咧就係喺第二季同埋喺捍衛者聯盟裏面大部分時間着住嘅戰衣。呢一套戰衣咧係 base on 上一套戰衣做咗一啲改良而嚟嘅，例如就換咗頭盔同埋手套咁樣，紅色嘅部分咧更加多。呢一套咧應該係大家最有印象嘅戰衣啦。跟住咧就係 Echo 裏面嘅戰衣，呢一套咧都係 base on 上一套戰衣改出嚟嘅，一樣咧都係只係有好少嘅改動，但係咧都唔重要啦，因為大家都冇睇過 Echo。跟住咧就係 She-Hulk 裏面紅黃配色嘅戰衣，紅黃配色嘅戰衣咧致敬咗1964年 Daredevil 第一期漫畫第一次登場嘅戰衣。相比起全套暗紅色嘅戰衣咧，紅黃呢一個配色咧比較鮮豔明亮，更加符合 She-Hulk 裏面比較歡樂嘅格調。但係呢一套戰衣咧都係 base on 上一套戰衣改出嚟嘅，就係喺一啲手套啊鞋嘅部分咧有少少唔同嘅啫。亦即係話咧，以上講咗咁多套戰衣咧，全部都係小改良。真正有一套全新嘅戰衣咧，就係下一套 Born Again 裏面嘅紅色戰衣。呢一套咧設計上就非常之唔同啦，佢用嘅紅色好接近血嘅顏色，而着住呢一套戰衣嘅 Matt Murdock 咧，佢嘅鬍鬚亦都更加長，帶俾整個造型嘅感覺咧都好唔同，感覺上咧係更加滄桑、更加粗獷、更加暴力嘅。以上就係暫時為之全部登場過嘅戰衣啦。玩具方面咧，今日要睇嘅第一隻就係 Hot Toys TMS03 Netflix 第二季嘅夜魔俠。呢一隻咧係2016年開訂，2017年派貨。外盒上面有一個小心思咧，就係佢用咗一行特字啊，好特別，又配合到角色嘅設定。首先講下佢做得好嘅地方先，服裝細節上咧係正確嘅，頭雕可以換面，有一款戰損嘅下半邊面咧可以換，令到佢個玩法更加豐富。武器咧就俾咗4款警棍，有拆開嘅長棍、短棍，組合埋一齊嘅長棍，一個雙節棍嘅模式，中間有一條鐵線去連住。武器咧俾得好充足夠用嘅，長短棍可以收納喺左邊大髀嘅棍套裏面。另外仲有一小塊立體嘅地台配件咧，可以令到地台可以延展開，搭配出更加多嘅場景。而呢隻 Hot Toys 咧有2大問題嘅，首先就係佢素體頸部連接頭雕嘅位置咧做得太低啦，導致頭雕嘅位置咧有啲唔正確，有少少好似咧個頭縮咗落去咁樣。為咗驗證呢一點咧，我哋將個頭雕掹出嚟擺高少少，我覺得咧整體視覺上咧係有改善嘅。第二個大問題咧就係身形啦，全身嘅寬度同埋厚度都爭少少，尤其係上半身。上半身咧好薄啊，好單薄啊，兩隻手臂咧都好幼，擺一個同劇照一樣嘅姿勢咧，你會覺得佢好似小朋友準備去打交咁樣咯。肩部斜方肌嘅斜度咧亦都冇拿捏好，配搭上頭雕位置嘅問題咧，就會有少少聳肩嘅感覺。我試過將佢雙手向下拉咧，都係冇辦法改善嘅，因為佢係會回彈嘅。全部問題結合起嚟之後，整體嚟講嘅大問題咧，就係視覺上會有頭大身細嘅感覺。我相信更換素體或者係真機咧，係可以改善佢嘅問題嘅。呢一隻 Hot Toys 嘅預定價錢係港幣1390蚊，呢一個價錢依家咧已經係冇可能噶啦。雖然呢一隻咧係唯一一隻經典 Netflix 戰衣造型嘅 Hot Toys， 但係我哋頻道俾佢嘅評級咧，亦都只能夠係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3嘅遺憾之作。我認為 Hot Toys 會為呢一隻出 2.0 嘅機會咧唔大，但係盡管如此啦，我都唔建議大家後追呢一隻陳年嘅作品啦。跟住就係 TMS96 She-Hulk 劇集裏面嘅 Daredevil， 2023年開訂，24年派貨。外盒揀嘅圖片咧係好睇嘅，係一張 She-Hulk 裏面嘅宣傳照啦，但係唔知點解咧印刷嘅解像度咧好差，起晒格仔咁樣咧好樣衰啊！唉，呢啲咁樣嘅門面功夫可唔可以做好少少呢？本體方面咧，雖然戰衣好多嘅部分咧都只係上一套戰衣改色而嚟啦，但係經歷咗8年嘅時間咧 ，Hot Toys 選擇將呢一隻咧整隻重做，改善咗好多嘅問題，一眼就可以明顯見到咧上半身係漲咗唔少嘅，腰部都粗咗啦，2、3頭肌咧都大咗少少嘅，其實咧真係唔多噶，真係大咗少少嘅啫，但
就係嗰少少咧，為整體帶嚟咗非常之巨大嘅進步。肩部嘅斜度咧都改善咗，而且呢一隻 Hot Toys 咧選擇將背心同埋手臂斷開嚟做，就唔似上一隻咁樣咧連接住，咁樣咧就唔怕上半身衣服咧會將整隻手臂向上扯啦。下半身咧都可以見到變得粗壯咗啦。但係其實咧我個人估計呢一隻 Daredevil 咧都係沿用翻上一隻同款嘅素體嘅。上半身好多嘅改動咧係靠真機造成嘅，而下半身咧用手去撳一撳條褲咧，見到裏面係保留咗少少空間，亦即係話咧佢哋係刻意咁樣將呢條褲做大咗少少，視覺上塑造出更加粗壯嘅下肢。嗱，咁樣嘅做法咧係可以嘅，因為咧有一個好處啊，就係佢活動起上嚟，衣服對身體嘅拉扯咧更加少，變相咧係增加咗佢嘅可動性，更加有利佢擺出 Daredevil 嗰啲好大嘅動作。將頭雕拆落嚟之後咧，可以見到裏面連接位置嘅高度咧都向上調整咗少少，所以頭雕嘅位置咧終於正確啦。又要點樣驗證呢一點呢？首先將兩個新舊頭雕咧放喺同一個平面，兩個頭雕嘅高度咧係一樣嘅，然後將新頭雕安裝到去舊身體上面咧，佢都係縮咗落去啊！嗱，見到啦，真係舊身體嘅問題嚟㗎。為咗解決前作頭大身細嘅問題咧，Hot Toys喺呢度咧仲有兩個小巧思。第一個咧就係將頭雕嘅五官做細咗少少，所以搭配起身體咧比例更加好。第二個咧就係衣領嘅部分，新作咧改成咗非常之單薄嘅一塊。其實舊戰衣衣領嘅厚度咧對比劇照都係準確嘅，但係 Hot Toys 嘅新做法將衣領改薄，令到衣領可以更加緊貼頸部，衣領對於頭身比例嘅影響咧就更加細啦。我認為咧係會有令到整體更加美觀嘅。呢個咧亦都係做1:6玩具嘅一個巧妙嚟嘅，唔係話永遠都照做到100% 一樣咧就係好嘅，因為有時候咧縮細比例之後，有啲物料改動一下厚度咧，反而更加能夠還原到縮細之後嘅比例。但係呢一套戰衣咧其實都係有一啲缺點嘅，就係戰衣有啲部分咧選擇咗用滴膠一塊過咁樣做完，例如咧好似佢嘅手臂咁樣，對比起劇照咧更加係喪失咗嗰個層次感。我認為呢一個部分 Hot Toys 咧係有少少偷雞嘅，手臂部分咧佢哋絕對有能力將個層次感做翻出嚟。呢一隻 Hot Toys 咧仲有一大重點就係史上第一次俾咗 Matt Murdock 嘅頭雕啊，但係咧呢一個頭雕咧我覺得就一般啦。首先咧我唔理解佢呢個表情嘅選擇，點解要揀一個嘴巴微張嘅表情呢？一個合口嘅表情唔會更加好咩？回顧翻 She-Hulk 裏面 Daredevil 着住戰衣露出真人頭嘅場景咧，其實只係有兩幕嘅啫。第一次咧就係同 She-Hulk 碰面嘅時候，俾佢除咗面罩嘅時候；第二次咧就係你知啦。所以呢一個嘴巴微張嘅表情咧，一係咧就係佢俾人嚇親，一係咧就係佢準備去錫人。嗱，咁唔緊要啦，翻嚟講翻佢嘅像真度，我覺得咧佢塊面咧係唔夠方嘅，面型唔夠似。戴上眼鏡之後，兩個鏡片中間嘅距離咧亦都略短。整體嚟講咧，我認為額頭部分咧係成個頭雕做得最好嘅地方。呢一隻 Hot Toys 嘅預訂價錢係港幣1690蚊。雖然頭雕嘅表現一般，但係今次喺身形上做咗好多嘅改善。再加上呢一隻咧係 Daredevil 第一次着住戰衣喺 MCU 裏面登場嘅造型，又致敬咗漫畫經典嘅造型。我哋頻道俾呢一隻 Hot Toys 嘅評級咧勉強落喺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跟住呢一隻係 TMS04 Netflix 夜魔俠第2季嘅 Punisher， 2017年開訂，17年派貨。呢一隻 Hot Toys 嘅服裝咧就比較簡單嘅，身形、頭雕、整體嘅比例，我覺得都唔算差。Punisher 嘅重點槍械武器方面咧都俾得幾好嘅，有一把 Smith & Wesson M327 嘅左輪手槍啦，呢一把咧係打贏 Daredevil 之後用嚟指住佢嘅頭嘅嗰把槍嚟嘅。然後有一把追擊槍 Barrett MRAD， 呢一把咧係佢喺天台好遠嘅地方幫 Daredevil 追擊敵人嘅時候用嘅。仲有一把咧就係 Punisher 最經典嘅手持式 M134 Minigun， 可以見到咧俾嘅每一把槍咧都係有意思嘅，都係同一啲經典嘅場景相關。仲有一個有趣嘅小配件咧就係 Daredevil 裂咗嘅頭盔啦，呢一個咧都係 Punisher 打贏咗 Daredevil 嘅證明嚟嘅。而呢一隻 Punisher 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件皮褸啦，我呢一隻 Punisher 咧係全新買翻嚟嘅，今次開箱咧先至第一次打開，密封存放咗8年嘅時間，呢一件皮褸一拎出嚟咧就報復式咁樣粉碎，一邊拎喺手上面咧，一邊嗰啲黑色碎片咧係咁跌落嚟，令人非常之心痛啊！我嘗試過補救咧，去幫佢塗翻一層保護油啦，都已經係回天乏術啦。我都懶得將佢再着翻上去 Punisher 身上面啦，免得嗰啲黑色嘅碎片咧黐喺佢身上。呢一隻 Hot Toys 嘅預訂價錢係港幣1430蚊，我都唔建議大家後追呢一隻 figure 啦。我哋頻道俾呢一隻 Hot Toys 嘅評級係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3嘅遺憾之作。我哋頻道咧從來都冇討論過皮褸嘅問題，趁住今次喺畫面上面遇到呢一個問題，我哋就嚟討論一下啦。做1:6玩具嘅皮衫咧，通常都係2種材料嘅啫，一係咧就係人造皮，一係咧就係真皮。人造皮咧係喺一塊布料上面做咗一層仿皮嘅表層，呢個表層咧係會仿造皮嘅光澤同埋質感。咁嗰一層表層嘅本質上咧係膠嚟嘅，所以人造皮咧係合成出嚟嘅。人造皮嘅優點咧就係佢嘅可塑性高，咩顏色奇形怪狀咧都做到出嚟，而且成本比較低。但係缺點咧就係時間耐
咗咧，佢容易會因為材質老化咧而大面積咁樣剝落。但係其實保養得好嘅話咧，網絡上面好多人佢哋 figure 嘅仿皮外套咧可以 keep 到好多年都冇咩大問題嘅。點樣先算係保養得好呢？擺放嘅溫度、濕度要適中啦，要做好防塵啦，因為灰塵喺上面耐咗咧係會黐上去嘅。另外要俾佢擺出嚟透氣啦，如果長時間將佢密封唔俾佢透氣咧，都係必死無疑嘅。仲有一樣你可以做嘅咧，就係幫佢塗一層油去保護佢啊。咁我喺網絡上面咧就揾到呢一款油可以用啦，但係要留意咧，你選擇嘅油嘅光澤係點樣，佢都有分中度啊，或者係半光瓦面咁樣。你要配合翻你想保護嘅衫佢原本嘅光澤去揀適合嘅油，而且咧塗得要及早。如果已經到咗人造皮褸出現一啲皺皺地嘅感覺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嚟唔切噶啦。不過又要去買油，又要自己做手工去塗，咁麻煩。我哋呢啲中意玩成品玩具嘅人又點會中意呢？另一種做玩具皮衫嘅材料咧就係真皮啦，亦即係真正嘅動物毛皮。優點咧就係更加耐用啦，就唔會好似人造皮咁容易爆皮。但係唔係代表真皮永遠都唔會爆皮呢？其實都唔係嘅。如果保養不當嘅話咧，一樣都係會爆皮嘅。真皮嘅缺點咧都唔少嘅。首先係成本會比較高啦，最終呢一個成本咧都係我哋消費者自己承擔嘅啫。然後係我嘅個人經驗咧，我覺得1:6玩具用嘅真皮咧，可能係唔知係咪技術上嘅問題啦，通常咧都會做得厚少少嘅，有可能會影響到佢嘅身形，同埋真皮咧好容易會出現一啲天然嘅皺褶，呢一啲咧都係真皮嘅一啲問題嚟嘅。喺頻道休息嘅2年半時間裏面咧 ，Hot Toys 亦都多咗好多真皮嘅應用，例如有 Indiana Jones 嘅外套啦、皮鞋啦、長鞭啦，近期開訂嘅 Terminator 嘅服裝啦，新版 Winter Soldier 嘅背心啦，所以未來大方向咧可能都係會慢慢咁樣有更多真皮嘅作品啦。真皮喺玩家圈裏面嘅受歡迎程度咧，亦都係更加高嘅。Hot Toys 夜魔俠重新紅色戰衣嘅預告圖咧已經出咗嚟啦，咁就好期待佢嘅頭雕、戰衣、身形呢啲會點樣處理啦。另外咧 Punisher 亦都係有需要更新嘅，期待佢會有一個符合而家技術嘅新頭雕啦。然後手袖位置如果有暴露出嚟嘅話咧，就希望佢換成一個包膠素體。如果冇暴露出嚟俾衣服覆蓋住嘅話咧，咁樣做翻一個關節咧都唔緊要嘅。最後就係視乎佢今次嘅造型有冇皮嘅長褸，如果有嘅話咧，應該都係要升級做真皮噶啦。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就係 Kingpin 啊 ，Kingpin 而家喺 MCU 裏面嘅參與度咁高 ，Hot Toys 唔係唔出啊嘛！我相信要做出 Kingpin 嘅嗰一個身形咧，都係有少少挑戰性嘅。希望 Hot Toys 都可以向呢一方面挑戰一下啦。夜魔俠重生咧仲未播放完畢，暫時嘅集數咧，我個人嚟講咧都覺得好精彩嘅，而且第二季咧亦都確認咗啦。咁啊，希望未來咧夜魔俠喺 MCU 裏面嘅地位會慢慢咁樣提升，越嚟越重要啦。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嘅玩具情報嘅。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係咁先啦，拜拜。